这一张肯定是事后照，但是很多人说这个肯定是 AI， 这就是说这个脸是 P 的。这一张被很多人说这个脸部不清晰哦，应该是 AI。那讲 AI 为什么不 P 个脸部清晰一点的？这一张被点名是 AI， 这一张也被点名可能是 AI， 但是你看哦，一个层是不是对应上了呢？要造假的人，他一定尽量做得非常真，让你很难判读他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人，他也不会怕你质疑他是假的。反共是曹新成这一次诉诸的主流，可是啊，就在这时候呢，叶寒冰冰哥啊丢出了一个王炸，每天高喊抗中保台，曹新成养大陆小三亲密照曝光，包括了只穿内衣的小三亲密合照，以及呢小三共浴疑似露点合照，亲的你看如此火热，早上反阿共，晚上挺阿共。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曹贼走单中，亲共又舔中，忠诚刻在手，反共变送中。他还接受了绿媒的专访，霹雳完全执政8年，没有认真反共保台，蓝的是反共，绿的是保台，每个人都要既蓝又绿。这次并非帮民进党争回国会多数，没意义。8年执政没有认真反共保台，他更自爆自己跟民众党党团总召柯建铭是老朋友，但开记者会的时候，老柯想来，我说不准来，我不是替民进党搞的。哇，绿媒才在前面一波啊！其实民党这样，我懒得理他啦，因为这次已经成功，现在反共变成共识，遭共产党渗透已成共识。你看这么多罢免地方，这次对他来讲已经很大成果。反共是曹新成这一次的诉诸的主流，可是啊，就在这时候呢，叶寒冰冰哥啊丢出了一个王炸，每天高喊抗中保台，屡屡指控徐小新党委是中共同路人的联电创办人曹新成养大陆小三亲密照曝光，包括了只穿内衣的小三亲密合照，以及呢小三共浴疑似露点合照，亲的你看如此火热。再来呢正面照，不过从这个图中看得到啊，这个小三呢看起来应该还没有30岁，他大概可能跟曹新成差了40-50岁起跳。你仔细去看哦，女生是这样子轻轻扶着男生的脖子，这代表什么？这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动作，而且呢两个人接吻是嘴型完全相合之外，两个人是轻闭眼眸，这个是深情款款的一吻啊。在开车的时候人不忘手牵着手。从这个照点来看啊，这个是属于呢大概10年前智慧型手机它在夜拍的时候，因为光线不足，强行的把每个像素点的感光的量级给拉高，所以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糊糊的感觉。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在拍照的时候的投入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女生呢全神贯注看着相片镜头，男生呢也是看着相片镜头，也就是说两个人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是100%的合意拍摄没有任何勉强的一个状况，我全都要。再来呢居家亲昵照，这个状态的曹新成可能就比较接近现在的曹新成，这个一定是同居的照，早上反阿共，晚上挺阿共。再来呢两人同游的，那从这张照片可以更看得出来，女生呢的年龄应该会达30岁的一个状态看起来曹新成相当的开心跟满意。而且你看这个眼神里面的第一个嘴角呈现一个得意的延伸第二个眼睛直视前方眯眼的样子所以看得出来心情是发自内心上非常的好。最关键的是什么？每一张呢曹新成碰触这个女生呢习惯的把大拇指呢稍微往外翻所以这个习惯伴随着他每一张照片里面，他不会把大拇指完全捏紧，抱着女伴的时候他是习惯用这种方式抱的，而不是这种方式抱的，就代表在这段关系当中呢，曹新成是一种从容自在有信任度的一个关系，很甜那女生呢为什么说她一定是20几岁呢？因为第一个在10年前的时候大概率呢很流行鼓着嘴巴拍照，那这一张呢很明确的是旅馆里面用镜子的自拍照。首先卫生纸有使用过的痕迹这个里面的化妆用品有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这看出来是隔天早上。这一张被很多人说这个脸部不清晰应该是 AI 的其实这也是一个相反的逻辑。那既然 AI 为什么不 P 个脸部清晰一点的？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有多深厚呢？有一个大钻戒，这一颗大概率要价值台币800万，非常惊人那这个是不是他们俩？首先这种纯色指甲油是这个女生所喜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个纯色指甲油。那这两个人呢，这个双手呢忠跟诚，这个是女生的手刻了一个诚字，所以是爱的忠诚吗？那最后这一张被点名是 AI， 这一张也被点名可能是 AI， 然后呢这张也被点名是 AI， 但是你看一个诚，所以有人说这个诚是不是对应上了呢？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最炸裂是什么呢？这一张肯定是事后照，但是很多人说这个肯定是
AI， 但是就说这个脸是 P 的，要造假的人他一定会尽量做得非常真，让你很难判读他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人，他也不会怕你质疑他是假的。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2015年，所以10年前我们对时间的判跟斌哥是一样的想法。那2个人差了大概40岁左右，40岁的年纪，真的是真实意义上的爷孙恋。百度里面你就可以很快查到这位单中华女士啊，这个就是单女士呢公开的照片。那现在她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而且应该年龄已经超过30岁了，所以其实非常的明确啊，看起来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大陆是不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大陆确实有一家广东贤诺文化发展公司，就是专门做古董啊相关的这些。那他的微信账号呢，曾经不断的在宣传曹兴诚对古董器具多么有研究啊。显然他跟曹兴诚董事长是认识，这就对起来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要用一句 AI 制造是没办法掩盖其他的内容。曹兴诚呢，他号称8部居士，其中有一个点是什么？他本身是个古董玩家，他当年呢很多古董就在香港进行拍卖贩售这样的一个行为，他靠古董赚了非常多的钱，而且古董可以避税。因为2015年的时候，当时曹兴诚先生还是有婚姻在身的，所以是小三。那这个符合曹兴诚先生告诉我们的标准，钱跟女人根本诱惑不了他。曹贼马上自打脸啊！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子，在30岁左右，甚至不到30岁，就可以创办一家公司，自己当董事长，而且做的是我们都知道是非常花钱的古董相关的东西。她的资金到底从哪里？她跟曹兴诚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关系？我就想反问一下曹兴诚董事长，你过得了钱跟女人这一关吗？因为我想正常大老板都不会去想留下这些记录的，那你为什么会留下这些记录？然后等到现在被人家曝光出来？因为曹兴诚现在他出来罢免嘛，他说他讲的大义凛然嘛，说自己呢不被钱跟女人所迷惑嘛。过去啦，据我们所知，没有被明确爆出过什么绯闻流言嘛。刚才讲到这个小三，他所主持的这一间广东贤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他光是在2015年就恰恰是在被指证他跟曹兴诚交往的时间的时候，他的注册资金就达到了1000万人民币。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可以直接注册1000万人民币呢？而且他所做的是古董艺术收藏者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他又何德何能可以去给人家做古董艺术品的咨询服务？古董艺术品收藏者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曹兴诚就是个有名的古董艺术品收藏者。在他的维基百科的第一条，私人生活中亦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及古董收藏家。所以大家就问说，这个贤诺文化这么厉害的吗？公园佛照像，曹兴诚号称是佛教徒，他很喜欢收佛像。